非常欢迎电影《德贤锦志》的3位主演做客我们电影频道啊！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演员周依然，在《德贤锦志》里面饰演夏成。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在电影《德贤锦志》中饰演莫德贤。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昱畅，在《德贤锦志》当中饰演萧衍。那这次的片名叫《德贤锦志》啊，我们就先从肖战饰演的莫德贤这个角色开始聊起。我知道很多网友都说德贤他是6边形前弓，什么都会做，什么都能修哈。那为了演这样的一个全能的前弓，你都做了哪些的准备工作呢？准备工作的话，其实当然有看很多资料片，然后有去观察前弓他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对。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大的准备是要去揣摩德贤这个人物的他的心路历程。他是在我们影片拍摄之前，他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他在战争中如何活了下来，带着他的太爷，然后一路的颠沛流离。他的那种所谓的有些颠三倒四，他的那些所谓的神经质的那些特质是怎么来的？所以可能在前期，我会想从这个切入点，然后跟这个角色去达成一个共鸣。其实更多的是向内求。对，没错。其实他是一个有战争阴影的人，对吧？就经历那样一个事情，我们看到太爷已经是疯疯癫癫的一个状态了。是。那德贤呢？你如何理解和把握他的心理状态？我认为其实很简单。我认为，德贤在我心目里，他一直都不是一个大人物。其实我觉得他是由小见大的这样的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角色啊。他想做的从来都很简单，他想要建设自己的家园，然后守护自己的家人跟家园。葛指正其实在后期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小莫的一个家和他的精神世界。所以当你的家人跟家园受到了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已经触犯到你的底线的时候，那必须得拿起自己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家园跟家人。那其实德贤锦志这4个字儿也一直贯穿影片的。我看到他的每一件作品上面都刻了这4个字儿啊，就是包括在给那个日军送旗杆的时候都有这4个字儿。是。那您这表现了德贤怎样的一种专业态度和生活态度？我觉得是德贤对于自己这个匠人精神的一种体现吧。就像我以前学画画，我会在我的画上面，我也会去落我自己的一个名字，就等于说这是我精心打造的，这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价值的一种体现。那跟日军送旗杆的那一场戏，我认为其实德贤把他自己也变成了他的德贤锦志的那个作品的一部分，他要把自己也献祭给自己的这个作品，然后与侵略者同归于尽，来换取自己家人的安宁。好的，那我们再来聊聊彭昱畅饰演的萧衍萧队长哈。其实这个角色也是和德贤一同出场的哈。那2个人在船上其实相遇的时候，有那种互相看不顺眼的一种状态啊。您觉得为什么萧衍对德贤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因为很直白，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但是他最丢脸的时候被德贤看到了。其实是因为这样。然后他才觉得其实又尴尬又气，然后觉得他又知道自己的糗事儿，但是自己又有求于他，不得不找他，然后才就是2个人其实就是一个队长，就是带着防空炮的队长才会跟一个钳工，对，因为他会修炮，所以就一直交织在一起吧。这个那就是这个态度是不是在最后随着剧情也会有一些转变？是的，不断的，因为不断的。当侵略者来了之后，当自己想保全的兄弟牺牲之后，想看到了太多人和事吧，然后包括他最后放下自己所谓的面子，去真心诚意的向德贤求教，秦指教怎么打，再到最后完成他的人生的一个觉醒吧。我觉得，那在戏外呢，你对肖战是什么样的印象？然后合作之前和合作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就跟我其实想象当中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其实从唯独定妆，我们俩基本上是前后脚，我俩就是每天定妆就是前后脚，定了几次都是前后脚。定妆完了呢，我们就去围读，包括大家熟络了之后呢，就很自然的听他在那边讲南京方言的台词。我有的时候在这边，我还问我说，哎，这个重庆话怎么说？对，就是好像进入的很快也很默契。然后拍戏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我觉得。
战哥他很能就是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很能就是打到别人的心里吧，就是给的东西嘛。我很好奇，你们在片场是会用方言交流吗？他会说方言。我们南京话，他说南京话。对，其实南京普通话对差不多，其实也就对，因为他要保持那个状态嘛。那我后面就还好，我只有跟梅德福的时候说的重庆话会比您多一点。那2位重庆人啊，都可以请教。对，是。那其实这次我们说到夏承这个角色，您和这个德贤也是在船上相遇的哈，然后后来组建了家庭。觉得德贤对于夏承的吸引力是什么呢？德贤对于夏承来说，其实我觉得2个人在船上相遇就是缘分嘛。然后他们本来是要去重庆的，对，结果都下船了，被你拦住了。对，所以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他带着老爷子在宜昌是陌生的嘛，然后我是本地人，所以又在船上有那么一个缘分的相遇，所以可能后来就很合适。我觉得有一个缘分的头。那其实，在船上还有一场戏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那场扇巴掌的戏哈。在戏外拍的时候，你们有打多少个还记得吗？拍了好几条，然后刚才也聊到了，然后当时拍的时候，拍完战哥就说：“你扇得好近啊，你像在抚摸我的脸庞。”然后，对，因为在戏里边本来就是第一天认识嘛。初次见面，然后我觉得可能，而且那个时候也刚开拍没多久，对，我们基本上顺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打人的那个人比挨打的那个人要紧张，对，真的，对，把握不好那个度。本来在剧本层面，我就一直去理解夏承为什么第一天认识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撕破了我的裙子，而且你之前跟我说话，我就一直回怼你嘛，对，你对我释放的善意跟好意，我就完全不接受，对。然后后来2个人就组建了家庭，然后共同照顾一老一小哈。我们看到这个片中的小朋友特别可爱，和小孩拍戏难吗？你们都是在片场怎么哄孩子的？你有发言权，你最有发言权了。我经常抱着那个当时他1岁不到吧，邓贤，然后我们有一次拍戏是全场就等着邓贤睡着了才能拍，不然他会一直哭。对，然后我的压力贼大，因为在我身上嘛，我要把他哄睡着。然后其实拍到后半部分，我都能把他哄睡着了，对，就已经有那个技能了。你是找到了那种做母亲的状态，是不是？我抱上他，我就有那种本能的，真的有那种真的有，就是会很喜欢他，很爱他。然后就是宝宝依偎在你这儿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本能。对，因为他经常抱着，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嘛，我们就会可能会等戏的时候会聊什么的，他就会，对，然后他们就，对，我们就想逗他，很可爱，可爱。这个好姐姐和坏哥哥们是不是？那肖战，你和那个小孩，我看在花絮中也有一些接触嘛？对，你是怎么跟他相处的？我跟他相处，其实，GoGo很聪明，我觉得你就是跟他熟络。多跟他熟络，然后他是一个比较酷的这样的一个小孩，他比较冷酷，所以我就是在等戏的时候，我就把他薅过来，然后我就来陪你玩，各种玩，逗他，就是熟络了之后呢，小孩就会很亲人，很亲你。那其实德贤锦志他的背景是在抗战时期嘛，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每个人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包括墨家，他是5代人少了2代人哈。那德贤一直在不停的做手工，这种不停手的状态，是不是他对待战争无力感的一种方式呢？对，我觉得德贤他是一个不太喜欢向外面吐露自己负面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多时候是向内求。但向内求的话，我觉得他也是需要找到一个出口，所以他会做很多这种工具也好，或者是武器也好。我很多时候是认为他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口，包括后面他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呐喊，然后去抒发自己的心中的那些难过不闷，对，所以我都觉得这是可能是他排解情绪的一种方式。其实山上这场还有一句台词，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这句话其实在影片中重复了几遍啊。那你觉得这句话表达了德贤怎样的一个心声？就这样子不，反正已经这样子喽。我觉得是一种
对于当下，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德贤他是一个小人物，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虽然他是一个钳工，但是他的这些技能在岁月的这个长河里面，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面，其实微不足道。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就觉得我能做点什么，但是好像我也无法去改变这个周遭的这些环境。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个口头禅挂在嘴边。但是其实到了后面的时候，这个人物有一个反转。大家看过电影就会知道，他的台词在后面发生了改变。他说了就这样子吧，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然后再到后面说就不这样子，凭什么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从躲躲藏藏到奋起反抗的一个转变，是吧？没错。其实这群百姓一开始就是想要守护自己的家，然后到最后退无可退，必须要反抗，这样的一个转变，你们是怎么理解的？这就不得不说到，对，因为确实是从一开始，当最后的，就是鬼子最后进村来到最后，大家已经这个割指镇已经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四面都环山的一个地方。当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还被找到，那大家也没有了退路。所以大家只能，就是咱们骨子里的韧性和血性崛起，保家卫国，保卫脚下的土地，保护身旁的家人。其实刚才说到战争给德贤带来了这个战争的创伤，其实对于萧衍来说也是一样的，你们都是经历过那种残酷的战争的。那你觉得对他来说，他有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呢？就是其实，在开篇他的那个炮弹落下来，他的只剩下跟他最亲的。他的兄弟只剩下梅德福了，因为其他人已经牺牲了。对，然后但是他去哪都要带着这个炮，这个炮就是他的面子。所以就是其中那身军装对他来说也是有着象征的意义的。我看到影片中那身军装都已经很破了，但是他还一直没有脱下来，对吧？因为他要面子。就兵的身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觉得？就是他在当时他觉得有这个炮，我就可以去很安全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他后面有什么样的转变吗？包括其实我看到有一场戏是他的兄弟后面牺牲了，是吧？然后对他说了一句台词，就是他就自己奋起反击了，在德贤的这个带领下吧，我觉得，因为德贤给了他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让他直观的看到了其实一味的逃避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一次觉醒。他在最后也是拿起武器开始反击。那其实你和就是萧衍和德贤在片中有很多的对手戏，两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哇，那太多了，太多了，其实真的太多了。你挑一个最想听的是结尾的那你穿鞋那场是吗？穿鞋那场，穿鞋那场其实是觉得突然是两个人好像和解了，在这个码子不会小吗？穿上去了，反正对，都是穿上去了。对，这在最后其实是一个和解吧。对，我觉得。那肖战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其实我也是那场戏印象很深刻，因为萧衍他是一个一直都很要面子，然后非常想要把自己弄得很得体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最后我拍那场戏的时候，我们就趴在那个废墟里，鹏鹏就躺在我面前，我就看着他，其实我真的是有点难过，就是这么好强要面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在我面前就像一张被揉碎了的一张纸一样。所以当下其实我是很难过的，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我们走戏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个感觉，我在拍的时候他最后萧衍这个角色最后离世之后，我要给他合上眼睛，但是我在合之前我突然看到我的手特别脏，所以我就在我的胸口上抹了一下，然后再给他合上眼睛的，这个完全就是当下对手或者这个场景给予我的一些刺激跟反应，然后很随机很临时的，对，然后我也看到导演他把这一条放到了正片里面。那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德贤对萧衍也是有点看不上的，是吧？对。那后面其实他是不是也赢得了德贤的尊重？我觉得最后，就像刚刚鹏鹏说的，我觉得最后这两个人，其实是在，无论是命运也好，还是说在保卫自己的家人和反击上面，他们是达成了某一种共识。那其实夏承作为片中唯一的女性的主角哈，在这个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一直操持着这个家。你觉得她内心是什么样的力量一直支撑着她呢？我觉得夏承他在有些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情节，就觉得他过于勇敢。我觉得一是因为
在要救自己的孩子，那是母亲本能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也勇敢的人得足够简单才可以很勇敢。他很简单，他就是想过好自己的生活，过好一家人的生活，就是从头到尾大家都能看到，他一直在念叨什么时候能吃饭，什么时候能吃口热饭。我觉得就很像，我今天才看完片儿，然后我就会想到我自己本人，我每次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跟她说我工作很忙的时候，或者很乱七八糟很忙的时候，我在跟她说我的工作，她总会问我你吃饭没？就我觉得吃饭不重要，但是在妈妈看来，吃饭就是很重要。是。但是夏承在这个大环境下，外面都那样了，动枪动刀的，我还在这儿，终于能吃口热饭了。我觉得他就是为这个家吧，希望这个家能够过得很温暖，能够过下去。对家的一种守护，对吧？这也是我们这个影片的主题。是。那其实后面片中还有一场你们2个人就是的一场对手戏吧，算是就是日军冲出来要去德贤的家，然后德贤就冲过来把他们引开来保护家人。那一刻你们2个分别在想什么呢？哪一个？就是那个叫我突然忘了那个日本日军，然后他在那个门口，他要进来的时候，你跟等闲，然后我不是大叫了，然后我说那个我在这边来杀我呀，然后我就跑，然后我说你藏好啦，对那场戏，我听到他喊了嘛，然后他那个人就走了，我就知道可能去追他去了，然后就紧接着听见3枪枪声。就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说实话，直到他听到他的呐喊，让我们藏好，就绷不住了，知道他还活着。是。那肖战如何理解德贤在那一刻迸发出的这个普通人的勇气？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本能。当你的挚爱，当你的家人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你的这种触底反弹，你的这种本能反应就是不可以，然后就是宁愿是我自己牺牲，也不能是他们。那其实抗战这段历史呢，我们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的了解了，但是沉浸式的在其中来饰演这样一个角色，是不是自己也有了更切身的、更深刻的感受呢？也请3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反正有几场戏拍完，我内心是挺沉重的。我在回酒店的那个路程上，因为我们路程其实很长，要1个半小时，我都一直还在那个戏里面，久久不能平复。所以我反而我这样的感受更加让我认识到，真实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日子里面，他们的精神压力可见是有多大。所以更加也让我意识到了，我们能拥有当下的这么幸福和平的生活，有多么的难能可贵。鹏鹏。勿忘历史吧，我觉得也给我们，就是我们拍的时候也给我们所有的演员上了一课，就是勿忘历史，但是也是珍视和平。是。依然呢？就看完片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是老百姓，但是凝结起来的那个力量非常强大。而且就有一种感觉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是我们也不怕事儿。好的。那如果有机会对平行世界中的角色说一句话的话，你们希望是什么？你先吧。我再想想，你先。行，好，我先。好。那如果我想对小莫说的话，我觉得，小莫，作为你口中的千千万万的后代当中的其中一个，我想跟你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幸福，很安稳，然后你做得很好。如果我想对萧衍说，我希望他能够更早的意识到一些东西，然后自己更早的一些觉醒，可能就可以更好的保卫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对，我想对夏承说，夏承，你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家人，一个家几口人，而是在战争中随时会沉没的生活本身。
那好的，也非常感谢今天的3位主演跟我们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更多没看过电影的观众呢，能够走进影院来一起看这场首家之战。谢谢大家，谢谢，感谢。